June, Chinese. Good. Holy. Jin, Chayo. Час оборони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а, поблизу був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Рубіжне. 空射型雄风3导弹首度现身台中空军基地，瞬间引来各路围观。在台军眼中，雄风3导弹被冠以航母杀手之名，那该武器是否能实至名归呢？据战区2月26日报道称，有军迷于21日在台湾空军的清泉港基地外拍摄到了一架 IDF 经国号战机挂载空射型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测试照片，由此雄风3弹体被非正式曝光。在发布的图片中，编号1490的 IDF 经国号战机在左右机翼下各挂载了一枚空射型雄风3测试弹，弹体上有白色编号，同时也有测试用的定位标志，似乎是在进行地面滑翔测试。台湾联合新闻网2月21日也报道了该消息，并表示雄风3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开发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飞行速度可达 3.5 马赫，因可大幅压缩目标舰的反应时间而被外界誉为航母杀手。从具体数据来看，雄风3基本型射程约150公里，增程型则可达300公里。如果由 IDF 经国号投射，确实可以延伸打击范围，大幅提升台湾空军的远程制海作战能力。但想要实现从纸面到实战的转变，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要走。2022年2月，继舰射型、陆射型雄风3之后，台湾军方为强化反舰能力，便让中山科学研究院以雄制专案为名建案，研制空射型雄风3反舰导弹和实现小批量生产，并计划6年内完成。研制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现役的舰射型、陆射型雄风3导弹微型化、紧凑化，让空射型雄风3导弹长度在 5.5 米以内，直径在 0.36 米以内，重量在900公斤以下，并可按照万舰巡航导弹模式挂载在 FCK-1 经国号战斗机的机翼下方。不过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先前传出空射雄风3导弹相关工程因故停滞许久，直到2024年9月才得以恢复，预计今年可进入作战测评阶段，只是结果如何，现在仍是个未知数。作为空射反舰武器，雄风3与台湾 F-16 所使用的 AGM-84 鱼叉相比，最大优势便是速度。其采用的液体冲压发动机能提供超音速性能，最高速度为 3.5 马赫，比亚音速的鱼叉更难防御。不过与鱼叉导弹一样，雄风3导弹由惯性导航系统引导，在舰射和陆射版本中，其配备的是一个265磅高爆炸性半穿甲弹头。尽管在空射版本中可能会缩小，但威力必然不小。而且战区报道称，弹头是由一个智能引信触发的，该引信旨在将大部分爆炸能量向下引导到船体中，因此可获得最大的破坏效果。总之，空射型雄风3导弹将是鱼叉导弹，或者说是台湾反舰力量的有力补充。韩国学习美国在开发 KF-21 之际，也研制了与之搭配的中程吊机。据战区2月26日报道，大韩航空与韩国国防发展局于25日在釜山韩国航空技术中心公布了一款新型隐身中程吊机型无人战机及低位可观测无人吊机系统原型机，其外形与 XQ-58A 女武神类似，具有梯形机身、大角度后掠翼、微型垂尾和位于机身上方的进气口。不同的是， LOWS 无人战机在机臂下方的炮塔中配备了光学传感器，动力装置倒是并未披露，只知道是韩国国产发动机。报道称 ，LOWS 无人战机从2021年开始研发设计，目前该款无人机还处在地面测试阶段，预计首飞将在今年年底进行，到2027年将进行首次有人无人编队协同测试。在此期间，它将由有人飞机直接控制。设计目的就是要在 KF-21 等有人战机的操控下，自主完成侦察、电子战和攻击等任务。要知道，韩国的 KF-21 是有性能局限性的，特别是在其初始款 Block 1型并没有设计内部机舱，使得它并不算真正意义的隐身战机。在这种情况下，中程吊机就可以协助执行空对地任务，使 KF-21 能够在更安全的距离作战。为此，大韩航空与韩国国防发展局更是将隐身功能放在了第一位，不仅减少了雷达横截面，还使用了雷达锡箔材料，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敌人雷达、声学传感器和光学设备的探测。虽然 LOWS 无人机主要与 KF-21 搭配，但它也可以与 FA-50 合作，为其拉高生存能力。FA-50 则可通过其打开的国际市场为 LOWS 获取潜在用户，两者互惠互利，共同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据国防快报27日报道，乌克兰正在使用保加利亚的120毫米 TON-DZHA 自行迫击炮对抗俄军入侵，这是 TON-DZHA 首次确认出现在乌克兰。报道称，在2022年全面入侵前几年，乌克兰就计划购买这些自走迫击炮，甚至政府都已拨款，但最终交易未能完成。前乌克兰武装部长总参谋长维克多·穆任科在2020年表示 ，TON-DZHA 的采购资金已退还至国家预算中。此次流出的 TON-DZHA 消息尚不清楚是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还是乌克兰自行购买的结果。不过 TON-DZHA 作为一款沙场老将，其性能还是不错的。其配备一门120毫米迫击炮，射程在7公里左右，车辆的弹药负载多达80发，安装在带有反后座设备的特殊摇篮中，可以直接从车辆上射击而无需卸下。当然，也允许将迫击炮拆卸进行接地射击，并带有标准的双脚胶和支撑板。同时 ，TON-DZHA 还配备了一挺7.62毫米 PKT 机枪，并带有2000发子弹，保证了车辆在近距离战斗中的持续射击能力。该车基于 MT-LB 多功能履带式装甲车底盘，于1980年代初由保加利亚首席设计师格奥尔基指导开发，旨在取代牵引式重型迫击炮，因此具有更好的战场机动性和射击后快速重新定位的能力。TON-DZHA 最初出口重点是华沙公约国家，随后出口到了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援引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为加强北约北翼防线以及波罗的海领空安全，意大利向立陶宛部署了 ASMP-TNG 系统，以展开新一轮协防部署任务，并与立陶宛防空部队举行联合演习，提升双方直管与作业互通性。ASMP-TNG 系统由意大利和法国合作研发，属于新一代陆基防空系统，其可侦测350公里范围内威胁，能够在干扰环境中确保高效性，并引导射程达150公里、具中程弹道导弹拦截能力的最新款紫苑30型 BNT 导弹，拦截包含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战机和无人机等在内的空中目标。此外，据立陶宛国防参谋长巴尔特雷纳斯表示，上述演习还是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整合防空与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定期执行北约轮调部署防空任务，可持续确保该地区空域安全。以色列方面，援引美联社2月23日报道称，时隔20多年，以色列装甲部队再次开进了约旦河西岸，至少有数辆坦克部署到了杰宁。此处是以军在该地区的桥头堡，而上一次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部署坦克，要追溯到其2002年，当时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的防卫墙军事行动。此外，当初以色列开辟了7条战线，同时与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伊朗作战。如今除约旦外，其他6条战线亦没有大规模冲突。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先前表示，将会派遣相关部队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驻守1年。如今战事存在升级的可能，内塔尼亚胡已表示，军队将按需驻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作战部署可能将没有时间限制。另一方面，援引路透社报道，2月25日，以色列战机空袭了叙利亚基斯瓦地区的一处军事设施，该地区距离大马士革只有20公里。此外，以军还对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发动了空袭。随后，以军发布声明称，他们攻击了叙利亚南部的军事目标，包括指挥部和存放武器的场所，并表示这是该国新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叙利亚南部稳定。其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更是强调，无论是叙利亚政府军还是境内的其他武装组织，只要试图在叙利亚南部安全区内建立据点，都将遭到以军攻击。叙利亚方面，据法新社报道，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战火不断，时至今日，其国内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已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也断崖式下跌。据联合国统计，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叙利亚至少需要50多年才能恢复到内战爆发前的经济水平。对此，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以及叙利亚新政府新政策的实施，欧盟正逐渐放宽对叙利亚能源、交通和银行业等方面的制裁，以帮助其进行重建工作。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台湾的雄风3反舰导弹射程会有多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关注火力军，不错过每一条热点资讯。我们下期再见。